我刚看完电影《德贤锦志》，这真的是一个后劲儿很足的作品，因为里边有太多的细节会留在你的脑子里。我甚至觉得电影里的很多情节特别适合作为语文、历史、物理、德育考试里的题目，太有深意了。下面我说印象深刻的11个点。特别适合你启迪孩子动脑筋思考。看一个电影啊，不光是爱国教育，还对孩子的学习有帮助。你就说值不值？先点个收藏。第一个，主角莫德贤为什么颠三倒四、碎嘴子？3年的相濡以沫就是坨屎，30年你们都是活狗剩是吧？想啥子摸啥子是啥子意思？活干了，跟死的一堆同伴吐唾沫。记住，他是带着太爷从沦陷的南京一路逃出来的。他说过，家里原本20多口人呐。第二个，那个又悬又作的老太爷看的人有点心惊肉跳，那么大岁数还冲出去打仗，看起来简直像添乱，让莫德贤惦记他找他，还可笑的用斧头来砍坦克。一个颤巍巍的老头竟然能活下来，太爷绝对是一个深刻的隐喻。你觉得他象征了什么？第三个，莫德贤本来是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死老百姓，一直在逃啊逃啊逃战乱，躲到格纸镇的时候，妻子下城剁菜，竟然把厚厚的菜板给劈裂了。他说：“你把家里的菜当什么家常用具？你非要把它搞成人大劈活人呐？”这说明了什么？第四个，格纸镇同样一块招牌，在老百姓的眼里，它就是格纸镇；鬼子眼里，它就是武镇。这是什么意味？有一个镜头，一发子弹过去，木招牌掉下，露出了格纸镇，这绝对是一个很深的隐喻。第五个，鬼子让莫德贤做旗杆，送到后，鬼子互相用日语说他鞠躬弯腰就打死他，反复几个回合，莫德贤没有鞠躬，这又是个什么隐喻？第六个，莫德贤在格纸镇看着长江说：“从我生下来，我父亲把我抛弃了3次，前2次都接住了，那第3次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第7个，中弹后跌落河水的炮兵梅德福被下游的兄弟捞出来后，和肖队长说了一句特别震撼人心的台词：“我只是死了，你只是没死，但我们都不算活着。”谁懂这句话的冲击力呀？第8个，彭昱畅扮演的国军炮兵排长临死前为什么让莫德贤给他找个鞋子，说不要死得太难看了？第9个，电影中尹正扮演的会说中文的鬼子竟然口吐经典天地玄华，我这红花。这可是出自我们人尽皆知的南朝千字文的开头2句：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仄，辰宿列张，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。最开头的这8个字，一直就是中文里描述宇宙奥秘、世界初始的天花板。鬼子为什么要说它？还说了2次。第一次是进村的时候，什么意思？第2次是败走的时候，又是什么意思？第10个，太爷跑出去打日本鬼子的时候，看见了一头猪，那头猪是什么意思？太爷对猪说：“是点大题，打日本人是头等大事。”请结合当时的历史想一想，太爷的话暗指了什么？第11个，电影最后，一群兵痞和莫德贤一起战斗，用自制的竹子炮架从高空攻击坦克，一个两个都因为炮弹的后坐力胸骨受伤掉落下去，而最后上去的维修工莫德贤却活了下来。这是主角光环吗？2个爬上来压住炮架子的人起到了什么作用？这个你们要结合电影台词和物理常识，用简单的道具就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做个实验。还有什么你印象深刻的电影情节和台词？你和孩子关于上边的11个问题都是怎么想的？评论区说一说。我是韩校长，喜欢为孩子们拆解那些有教育意义的电影，关注我，我们一起让好故事成为孩子成长的压舱石。看电影《德贤锦》之前，花5、6分钟搞懂这3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以及背后的真实历史，你和孩子才能真正看懂电影的厚重。我们为何曾被弹丸小国步步紧逼，又如何在绝境中浴血反击，最终守住山河？第一个时间点，南京沦陷，战略转移。1937年11月20日，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。12月13日，南京沦陷，日军随即展开长达40多天的大屠杀，30万同胞遇难，平均每12秒钟就有1条生命被夺走。电影开篇的长江轮船上，金陵兵工厂钳工莫德贤和太爷就是南京大屠杀后侥幸逃生的难民，一家20多口
只剩祖孙2人。莫德贤本欲赴重庆复工，却因邂逅下城而留在了他的家乡宜昌。船到宜昌后，一个军官上船喊这个厂那个厂的人可以继续留在船上。这个情节映射的是真实历史。1937年淞沪会战后，华东华北工业区相继沦陷。为保存抗战命脉，国民政府启动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内迁。这场横跨数年，以1938年到1940年为高峰的战略转移，史称东方敦刻尔克。不同于2战中从法国敦刻尔克9天短程跨海的英军撤兵，中国的工业大迁徙是在敌军轰炸、追兵压境、交通断绝的绝境中完成的。缺乏现代运输工具，只能依赖长江水道，而三峡段险滩密布，枯水期船难行，许多机器被拆解，靠人拉肩扛翻山越岭。短短几年间，600多家工厂、12万吨设备、数万名技术工人与家属艰难抵达西南。他们在重庆、四川、云南重建兵工、机械、纺织、冶金等关键产业，撑起了大后方工业区，源源不断为前线输送武器与物资。这是一场以民族存亡为赌注，靠组织力与牺牲精神完成的战略奇迹。其中有一个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，民族企业家卢作孚。1938年武汉失守后，大量人员设备滞留宜昌，眼看长江枯水期将至，大型轮船仅剩40天的通航窗口期。危急关头，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临危受命，他创设了3段航行法，白天抢运，夜间装卸，巧妙躲开日军空袭。40天内，他带领团队将3万多人、10万吨战略物资安全送达重庆，保住了中国抗战的工业脊梁。那年岁末，他对员工说：“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，我们在前线作战。”第2个时间点，宜昌失守，危机逼近。日军始终企图打通长江上游航道，直逼战时陪都重庆。蒋介石严令死守宜昌。尽管1940年宜昌最终沦陷，但此前的坚守为工业内迁赢得了宝贵时间，也为电影里的莫德贤赢得了成家生子的时机。但宜昌失守，南京人莫德贤在宜昌的家又没了。下城背着尚在襁褓的孩子锁上家门，他们再次逃难，逃进了山里。这就是战时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样子，只求能活下来。莫德贤一家在破败的格纸镇安身，靠手艺勉强为生。战火间隙里的切菜声、歌声，不是岁月静好，而是乱世中普通人竭力求生的微光。而莫德贤也知道，日军一天不退，这份安宁就是偷来的，所以他把家里的刀斧各色家伙事都打造得飞快。你把家里的菜刀怎么？贿赂重组总干人，特意为你打的。家常用具，你非要把它搞得人大批活人呐！第3个时间节点，鄂西会战，阻敌西进。宜昌失守后，日军企图沿江直取重庆。1943年5月，鄂西会战爆发，日军主力猛攻石牌要塞，这是拱卫重庆的最后一道门户。一旦失守，国民政府或将被迫流亡海外。蒋介石下达了死命令，石牌必须守住，此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。守卫石牌的是国民党第18军11师师长胡琏。这位被毛爷爷称为狡如虎、猛如虎的将领，在战前写下了5封遗书，给父母妻儿诀别。战前动员，他只说了2句话：谁后退，我毙了谁；我后退，你们毙了我。士兵们高呼一寸山河一寸血，死守阵地。激战月余，双方补给断绝，竟爆发了2战史上规模最大的白刃战。3个小时，战场上无一声枪响，只有刺刀撞击，骨骼碎裂，血肉横飞。许多士兵不过17、18岁，有的抱着敌人滚下悬崖，同归于尽。正如电影里所唱，像一个人那样死去，像一群人那样前仆后继。中国军队以命相搏的铁血打法，彻底击溃了50道精神培养出来的日本兵的心理防线。
最后，中国以15000名士兵的伤亡代价，歼灭了2万多名日本鬼子，彻底击溃了日军西进的野心，守住了重庆东大门。德贤锦之的高潮正发生在此时，3名日军闯入葛指镇，烧毁莫德贤的家，也焚尽了54口人，最后的苟活幻想。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当鞠躬求饶都换不来活命，普通人便只能拿起锄头、铁锤、柴刀，以血肉之躯迎战侵略者，从流民变成英雄。这部电影告诉我们，和平从来不是天赐的礼物，英雄也非天生神勇。那些逃难的工匠，前线的少年兵，抢运物资的船工，每一个平凡人在民族危亡之际，都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家园。这才是德贤锦之最深的锦之，对历史的敬畏，对生命的庄严。